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念佛与回向在修行道路上占据着根本的位置。许多修行者每天持念佛号，每次功课后都念诵回向偈，却未必真正明白这两件事究竟在生命里产生怎样的作用。佛经有云：念佛一生，福积无量；礼佛一拜，罪灭河沙。这句话揭示念佛本身具备消业增福的力量，但若缺少对回向的理解，这份力量便如同将珍宝锁入暗柜，无法让更多人受益。念佛的真实意义不在口舌重复一个名号。阿弥陀经记载，若有人闻说阿弥陀佛，直持名号，1日乃至7日，一心不乱，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。这段经文点出念佛的核心在于心的专注与相续。口中念诵佛号而心中散乱，如同喊叫一个远方的人却不停移动脚步，声音虽大，对方难以确认呼唤来自何处。念佛是让心与佛的功德相应，让佛陀的慈悲与智慧成为自己内心的品质。每一声佛号都是一次提醒，提醒自己放下执着，回到清净本心。回向则是将这份清净与一切众生分享。金刚经提到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回向正是无所住而行布施的一种体现，把自己念佛的功德、修行的成果不私自保留，而是转向更广大的目标，转向所有生命的解脱。一个人念佛时如同点亮一盏灯，回向则是让这盏灯的光明映照到更多灯上，灯灯相续，光明遍满。没有回向的修行如同只为自己挖井，井水再甜也只有一人能饮。回向之后，这口井变成了公共的泉源，任人取用。许多人误以为回向是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分给别人，担心功德分薄了怎么办？这种担忧源于对功德本质的误解。功德不是有限的钱财，分一块就少一块。功德如同智慧，分享智慧不会让智慧减少，反而让智慧更加增长。法华经中常不轻菩萨见到每个人都恭敬礼拜，说我不敢轻于汝等，汝等皆当作佛。这种恭敬心本身就是一种回向，把成佛的祝福送给每一个遇见的人。回向不但不会减少功德，反而因为心量扩大，功德变得更加深广。念佛与回向的关系不可分割，只念佛不回向，修行容易局限在个人安乐上；只求回向不念佛，回向便缺乏真实的内容与力量。如同一个人想要帮助饥饿的村民，光有愿望却没有粮食，愿望无法落实。念佛积累了资粮，回向将这些资粮导向正确的方向，两者结合，修行之路才完整。深入探讨念佛的功夫，重点在于心念的纯净与连续。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描述，若众生心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这里的忆佛念佛不只是口诵，更是内心持续不断的意念。好比一个人思念远方的亲人，不需要时时喊出名字，心里却始终挂着那份牵挂。念佛到了这个程度，行住坐卧都带着佛号的温暖，吃饭穿衣都不离这份绝照。净土宗的祖师提倡老实念佛，莫换题目。老实二字看似简单，做到却不容易。老实意味着不追求玄妙境界，不贪求感应瑞相，只是一句佛号平平常常念下去。有些人念佛时总在想，我念了这么多，怎么还没见到佛光？怎么还没得到好梦？这些念头恰恰障碍了念佛的真正作用。佛号的作用是让心安静下来，不是让心生出更多的欲望。念佛法门如同清水珠，放入浊水，水自然澄清，不必去管住水如何变清，只要珠子在，清净的效果自然发生。回向则把这个清净的效果扩大到一切处所。回向有3层含义：回因向果，回自向他，回事向理。回因向果是把念佛的因行指向成佛的果觉，
每一句佛号都不落空，都朝向无上菩提。回字相，它是把个人修行的功德送给所有众生，打破自他的界限。回事相里是把具体的事相修行融入空性的真理，不执着功德实有，也不落入断灭空见。华严经十回向品详细讲述了菩萨修行的回向行门。菩萨所做的种种善根都回向给众生，回向给菩提，回向给实际。这不是口头念诵而已，而是内心真实的状态。看到别人受苦，念佛回向给他，希望他离苦得乐；看到世间灾难，念佛回向给受灾的众生，希望他们获得平安。回向让修行者的心与整个法界连成一体，不再局限在这个小小的自我。念佛与回向一起修持时，会产生相互增上的效果。念佛让心专注，回向让心广大。专注而广大，广大而专注，这是修行的理想状态。有些人念佛很专注，但心量打不开，只求自己往生，不管他人死活。有些人看似心量广大，整天回向这个回向那个，自己却从不实修，念佛功夫一点没有。这两种偏向都需要调整。正确的做法是踏实念佛，每念一句都清楚明了，念完后立即回向，把功德送给一切众生。念佛的深意在于唤醒自性。阿弥陀佛的名号并非外在的神灵名号，而是人人本具的觉性代号。彻悟禅师讲过，念佛时即是见佛时，见佛时即是成佛时。这不是说一念佛就立刻成了圆满的佛陀，而是说念佛的当下，自性的光明已经开始显露，如同乌云遮月，云缝中透出月光，这月光与圆月的本体没有差别。凡夫念佛，凡夫心中的佛性便显现一分。回向的深意在于破除我执。凡夫最大的毛病是执着这个我的身体，我的财产，我的名声，我的功德。我执越重，痛苦越多。回向正是对治我执的妙法，把自己辛苦修来的功德拱手送给别人，这需要很大的心量。一开始可能不习惯，觉得好不容易攒了点功德，送出去太可惜。慢慢练习就会发现，越是回向，内心越是清安自在。原来的计较心、得失心逐渐淡薄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坦然与开阔。大乘佛法的精神在回向中体现得最为鲜明。菩萨修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度化众生。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时不成佛，这是最大的回向。把自己的成佛放在众生之后，众生度尽方证菩提。我们虽然还没有菩萨那样的境界，但可以学习这份心量。每天念佛结束后，真诚祝愿所有众生都能离苦得乐，都能往生净土。这个祝愿只要发自内心，力量就不可思议。有些人对回向的对象有分别心，先回向自己家人，再回向亲朋好友，最后才勉强给冤家债主一点。这种回向虽然比不回向好，但效果打了折扣。真正的回向应该是平等的，冤亲平等，顺逆平等，善恶平等。无量寿经中，法藏比丘发48大愿，每一愿都说舍我的佛，十方众生如何如何。法藏比丘没有挑拣众生，没有说哪类众生可以救，哪类不能救。回向的心量应当效法法藏比丘，对一切众生毫无保留。念佛与回向结合起来，就构成了完整的修行链条。从念佛入手，摄心专注，消除散乱，以回向收尾，扩大心量，破除我执。这样日复一日，烦恼自然减轻，智慧自然增长。临终时佛号一提，心不颠倒，回向的力量自然引导往生净土。这不是空谈的理论，而是无数修行者验证过的道路。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念佛与回向，不需要另外找时间。走路时念佛，每一脚步都是佛号；做事时念佛，每一个动作都与佛相应。遇到顺境念佛，不忘这是佛的加持；遇到逆境念佛，
知道这是宵夜的机会，随时念佛，随时回向。吃一口饭，回向天下饥饿的人；喝一口水，回向一切干渴的众生；看到花开，回向众生心花开放；看到叶落，回向众生放下执着。这样修行，生活就是道场，工作就是修行。回向的最终目标是指向净土。净土宗以回向作为往生的正因。观无量寿经说，具足三心者，必生彼国，至诚心、身心、回向发愿心。回向发愿心，就是把自己所修的一切功德都回向给往生净土，发愿一定要去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。这个愿心真切了，念佛的力量就集中了。好比射箭，目标明确，每一箭都射向靶心。散心念佛如同闭眼射箭，射到哪里算哪里。回向发愿就是睁开眼睛看清目标，箭不虚发。念佛与回向的修行可以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临终一念至关重要，平常念佛功夫纯熟，临终自然佛号现前。平常回向愿心恳切，临终自然愿意放下一切往生净土。有些人担心临终时痛苦折磨，既不得念佛，这个担心只要平常下功夫就可以消除。如同一个熟练的司机，不需要思考就能刹车换挡。念佛念到纯熟，临终不需要刻意提起，佛号自然从心里涌出。最后要强调一点，念佛与回向都不是形式，而是内心的真实状态。佛经有云，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。念从心起，回向从心发，一切功德从心建立。如果只做表面功夫，嘴念心不念，回向念得滚瓜烂熟，却毫无感觉，这样的修行效果有限。真诚用心，每一声佛号都念得清清楚楚，每一次回向都发自肺腑。时间久了，自然会体会到念佛回向的真实利益。希望每位修行者都能老实念佛，真诚回向，不必追求高深玄妙的理论，也不必等待某个特殊的日子才开始，就从现在开始，从这一声佛号开始，从这一次回向开始，步步踏实地走下去，自然会到达光明的彼岸。感恩每一位听闻的善知识，如果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欢迎分享给更多有缘人。愿所有众生都能念佛成佛，回向净土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